走，屏幕前的这位道友留步。接下来的内容灵压爆表，剧情可比韩老魔跑路还要刺激1000万倍。就你们这点修为，小心神识被震碎哦！道友系好安全带，发车喽！果然不假，韩道友真的身怀极寒之焰。乾蓝冰焰，那种奇寒，那种灵压，正是乾蓝冰焰。韩道友也识得乾蓝冰焰，这让老夫更加吃惊了。道友就是寒林上人。不错，不过寒林上人之名只是历代小极宫大长老的尊称，老夫本名师相，因为我这里很少有客人，平常并未准备什么桌椅，还望道友见谅。师道友太客气了，我等修道之人本无需如此讲究的。这只巨鼎的式样竟然和虚天鼎有7、8分相似，并且神通颇不损，乾蓝冰焰的威力都被此鼎牢牢束缚，没有丝毫外泄，否则这间大厅早就冰封了。虽然还没有和韩道友详谈什么，但感觉告诉我，道友十有八九就是老夫苦寻多年之人。上人这般说，韩某可是一头雾水了。道友能否细说下请在下到此的用意？韩兄不必过于顾虑，在下邀请道友到此，是听说道友能一连吞食2颗冰灵果都若无其事，起了一箭的心思。但如今见道友身怀极寒之焰，那不用再测试什么，道友就是在下一直苦寻之人了。是道友想找之人，这话是何用意？能否先问下韩兄身上紫焰名称？在下虽然也知道几种紫色灵焰，但冰属性的从未听说过，希望道友能赐教一二。在下身上这点寒焰是胡乱修炼出来的，哪有什么正式名称？但为了方便，韩某将其称之为紫罗极火。也许还无法比得上乾蓝冰焰，但威力还是不错的。此言倒是不假，我观这紫罗极火看似唯唯一体，但冰寒灵力颇为混杂，的确是未经过冰寒属性功法精炼过，否则威力能更进一层的。更进一层？此火当初可是专门炼化过的，还需要什么精炼？看来韩兄对极寒之焰了解并不太多。这种寒焰世间不多，但每一种都可以用特殊秘术加以精炼提存，以进一步提升威力。像这乾蓝冰焰若精炼到极致，足可提升数倍威力有余的。数倍威力？道友说的是此种提纯过的火焰？这的确是精炼过的寒焰，只是并未完全提纯。道友是强行用法力压缩才得到的吧？如此蛮干，不但大耗法力，而且估计只能精炼出一缕精纯之火。多谢指点，道友可以说说找在下到底是何事了？在回答此问题前，在下还有一疑问想请教道友。乾蓝冰焰知道之人甚少，道友一眼就认出了此冰焰，难道在其他地方也见过了？既然知道了小极宫和虚天殿有众多关系，我身怀虚天鼎，哪敢轻易泄露此事？在下只是在一本典籍上见过此冰焰记载，因为比较特殊，也就一直牢记心里了。这倒是本上人多心了。这乾蓝冰焰可算是我小极宫独有之物，其他地方的确不太可能有此冰焰。既然如此，师某就坦言直说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在下需要借助韩兄的寒焰助一臂之力。韩兄觉得在下修为如何？与一般的元婴后期修士有什么区别吗？比起韩某以前见过的那些大修士，道友神念和修为都强大了许多。此方面道友和一般大修士有些不同。老夫现在离化神期只半步之隔，在此境界已经300年，期间服用各种灵丹，用各种秘术手段冲击瓶颈，始终未冲破化神期。老夫如今模样，就是服用灵丹不慎造成的。原来如此，道友已经参悟到了一些化神期的神通。如此模样后，老夫就不再轻易见人了，在此潜心苦修，研究突破化神方法。但这薄薄一层隔膜却怎么也无法打通。这些年终于从古籍中找到了一个置死地而后生的手段，
只要照此方法，至少有30%把握能助我突破瓶颈，进入到化神期。是要借用极寒之焰吗？贵公冰属性修士如此多，又何必非要找韩某？此种方法必须要有5名修炼不同寒焰的元婴修士助我，在如此多极寒之焰的刺激下，老夫才有可能进阶化神的机会。但最后一名苦寻数10年也无法找到，直到韩兄的出现。需要聚齐5种极寒之焰，大概也只有小极公能做到的。否则，就算太医门、天魔宗这等宗门，也不见得能汇聚如此多修炼极寒之焰修士。不过，这种方法应该只对同样修炼属性的修士有用吧？不错，这种方法的确只对修炼冰属性功法，并且本身也具有极寒之焰修士才起效用的。其他4人中，3人也是修炼冰属性功法的，只有道友和另一位只是无意中得到寒焰的。既然如此，上人打算用什么代价让在下出手？虽然韩某不知这种突破境界方法的具体步骤，但肯定是一种大伤元气事情，而且说不定对辅助之人还有什么危险。好，老夫就喜欢韩兄这样直爽之人，有什么条件直接拿到桌面上来谈，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。只要韩兄肯出手相助，有条件尽管提就是了。师某能做到的，绝不会说一个不字。道友都如此说了，韩某也不客气了。这刺激破境之法，在下需要一份口诀，若是危险程度在韩某接受范围，在下自会出力；否则就是有天大的好处，韩某也不会冒险的。没问题，师某可以保证这种方法绝对没有什么危险，一定不会让相助的诸位道友有任何风险的。当然，元气受损肯定是避免不了的。损耗点元气对在下来说没有问题的。其次，在下此行目的是找一些冰灵花来炼制丹药，虽然已经找了白仙子帮忙，若是道友也肯出力的话，想必更会容易一些的。嘿嘿，这是小事一桩，老夫马上就可以发动全功之力，尽快帮道友找到足够多的冰灵花。刚才道友说的精炼寒焰秘术，韩某需要复制一份口诀，好用来提升紫罗极火威能。可以。最后一个条件，在下对小济公的上古典籍颇有些兴趣，不知可否能进入藏经阁一关？这个好吧，在下也答应了。师道友答应得如此爽快，倒是在下不出手也不行了。道友在这里稍后片刻，我先就将精炼寒焰秘术给道友复制一份。另一枚玉简中就是老夫研究出的刺激境界方法，不过道友切记，这种方法只对元婴后期修士才有用的。另外，拿着那枚玉佩就可以进入藏经阁了。本宫的藏书上面都有特殊禁制，不能直接复制，只能墨迹翻阅的，而且也只能给道友10天时间。到时就会收回此玉佩，韩兄没有什么意见吧？10天就10天吧，在下已经拿了这些东西，总不能再还给道友吧？早知道在下就先说清楚了，道友还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的。彼此罢了，道友不也狮子大开口过了吗？在下收了东西就不会轻易反悔，先去藏经阁看看了。若是有冰灵花的消息，马上通知我。那恕师某不远送了，在下召集其他人也需要时间。道友若是没有要事的话，尽可在本宫常住一些时日。有劳道友操心了。